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在决定主题的时候，先为大家抽牌哦。那感觉到今天的主题是要讲说大家焕发新生了。那其实大家的资源很丰富哦，就是感应到今天要讲这个主题。那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说，每一副牌组的朋友都是人生胜利组。所以今天主题是，原来我是人生胜利组啊。那我会在哪一个方面是焕发新生呢？哪一个方面是资源是很丰富的呢？我可以期待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让我去感受到这一块令人新鲜的部分哦。对，所以今天的感受呢，其实也很符合我们这个年底的能量。那这个年底的能量呢，就是有一种太旧换新，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思维、新的行动力都会开始进入这个状况了。对，无论2025年会是什么样子，那其实呢，我们在种种的过去啊，或者是之前的经历，都已经学习到某个面向的程度了。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然后相信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其实啊，感受到每一副牌组都是人生的胜利组哦。那眼前有3副牌组，从左至右呢是我们的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那选好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解牌环节喽。Hello，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张牌哦。那这张牌呢，它的意象是有很多泡泡在这个建筑物周围，然后也有楼梯这样子上升的。我首先会感觉到一个强烈的意念啊，就是说，你们即将就是步步高升。那有些朋友会有晋升的可能，或者是有一种往上提升的这种状况。那里面还包含说，如果你之前有被人家障碍啊，或者是被人家就是欺骗啊之类的那种脆弱的感觉，那未来呢，其实你会从这件事情就是彻底的看清楚，你不会再被人家障碍了。所以就是说，曾经有人障碍你的事情，那逐渐它都会被破除哦，就像这个泡泡一样，其实是很轻易可以让你去戳破的。那这也还包含一个含义是说，你会很稳当稳健的去走好你的每一步哦。它就是说，你想要去哪里，你都可以去。那这还包含是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有非常大的创造力，或者是你们想要去显化什么样子的内容，都可以成就你们要去成就的事情哦。也可以说，其实如果你们可以很轻易的要去达到某一些目标的话，都可以实现。这是我看到2个含义在里面。对，所以其实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可以用更轻盈的想法来去面对之后的生活，尤其新的一年来到了，所以你们要很稳重，就是发挥你自己本身的踏实也是可以的。这一张牌呢，就是有很浓重的，是说你想去哪里都可以，所以你焕发新生的第一步就是你要去决定你要怎么样子活着。你要怎样子过你的生活，因为都会很精彩哦。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哦，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就是在哪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就第一副牌组的哪个方面资源相当丰富，还有在哪个方面焕发新生呢？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好，我们正义牌哦。好，这个是钱币侍从的逆位。
我们第一副牌组会在哪个方面焕发新生、资源丰富呢？他们是哪个方面的人生胜利组呢？好，宝剑10的逆位哦。宝剑6的逆位，还有圣杯7。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之前可能会曾经有些朋友是面临到可能被人所害哦，就是遇到了一种不公正不义的不公正，而且也不道义的这种情况，然后让你感受到就是有挫折的这个方面。那其实呢，你们即将会去迎来一个新生，就是你们会获得自己的正义哦，或者是说曾经可能是透过别人的权利来去决定你有没有错，这个状态会真相大白，你会赢得你自己的一个最好的状态。有一些真相会浮出水面，那一些其他人的恶行呢，他曾经做一些事情会被摊开来让大家清楚。那里面还包含的是说，可能过往啊。这个焕发新生来自于说过往有一些不理智的人，或者是说他对于事情的状态他根本不清楚。那你们其实相对是很稳定，或者是说你们是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执行的。那他们会有自己的罪业要去承受。那这一块呢，这是里面也包含的讯息，所以在这一块也有去讲到说，可能对方他会有一笔钱财会失去哦，他会损失一笔钱财的这个部分。对，因为有感觉到你们心中的大石头即将会被移开了，无论你之前是不是受过伤，你未来呢？你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很顺利的进行。的确，就像我们讲的，就是你有一些沉重的能量会过去哦，包含说我们这一张牌，是我们宝剑6哦，它现在是逆位，那就是说你会从这种害怕的感觉从中走出来，所以其实也是一种焕发新生。你终于离开了这个鬼屋哦。有没有很形象？这个鬼屋就是说，曾经过往的这件事情，其实让你们压力很大啊，或者是说很焦灼的一些情况，其实这感受呢，都会渐渐的代谢掉，它会带走这个感觉了，这个能量已经慢慢的消弭了。对，那这个能量呢，其实它是会转向那个可能对待你不公不义，并且他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过错那样子的人哦，因为你们在这段过程里面真的提升很多，感受到这个能量是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已经拥有走出去的一个状态了。你们不再去看过往的这个事件了，而且还真的可以去松一口气，不要再去回想这件事情。那有些朋友可能还在这个能量哦，那无论如何，你们未来都会渐渐的离开这个感受，因为你们会明白说，我们一开始就有讲的，对应到最后一章，我们的圣杯7哦，你究竟想要成就什么样子的你？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那牌卡要在这边告诉你是说，你的频率会决定你的生活，所以在这里要提醒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哦，你们其实是人生胜利组，所以只要去对平好你现在的一个你的生活希望是怎样子的状态，你的频率调整到什么样子的状态，你就会达到那样子的状态，吸引那样子的生活来到你的生活里面。对，那有些过往你们一定会是离开的，所以这两张真的很像就是说你要去哪一个楼层，你要去选择什么样子的路，都
操之在你哦，操之在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身上哦，然后不用再去担心可能过往的这个焦虑感，可以慢慢的释放了。我们之所以会有焦虑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对待生活太过认真了。我觉得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曾经很想要去提醒自己说自己不能再犯，或者是说跟其他人证明说这件事情原本是怎么样子，但是现在你们可以把这个感受给放下来，你们不用再去为生活去证明，为谁去证明，只要去好好的活出自己希望活成的样子就好了。这也是你们其实周围有很多资源的一个状态。那未来真的是焕发新生，你们不用再去操心可能过往的这些事情哦，你们真的是重新站起来，然后重新活出自己的能量，然后去把一些过往的事件重新直接挥别掉哦，直接放下了，然后是时候去决定你们要走的路线。那里面还包含一个讯息是说，可能最近有一些抉择要去决定，可能有好多机会在你们的身上会体现出来。那也有一个含义是说，最近有部分的朋友会有多线多方的一个副业进行，你们会开启蛮多可能新的抬头啊，或者是说你会有斜杠非常多层面的，大家会有就是发现你的才能，大家因为发现你的才能，然后会去跟你合作，有这个体现。然后还包含是说，你可以去思考你的能力是什么，然后从一而终的去决定走这一条路。尤其在2025年，这件事情，这个想法也是蛮重要去看到的。这是要特别在跟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去说明的哦。那无论过往这个公道有没有实现，你要信任你内心的公道。OK 吗？无论现实生活中那个公道有没有来临，你都要知道说，你不用去依赖别人的想法来去决定你现在的心态。对，不会是说其他人不相信你，你就不相信你自己吗？我们不用去证明那些事情，所以公道是在自己的心上的。你有没有相信你自己？很相信自己，然后不依赖其他或是外在所去构想的这些事情。当你能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能真正的放下，走出自己的路咯。这也是牌卡要告诉的讯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哦，用下一副牌卡来看，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好，钱币9，隐士牌，女祭司。好，真的权杖10的逆位。好，哇哦，我们的钱币国王在哪方面会焕然新生，然后资源丰富呢？首先，你们会开始意识到某些事情会去安排得当哦，你们不会再拿那么多事情去压垮自己了。可能在2024年有太多的事情让你分身乏术，让你没办法去做好自己的一个状态。但是未来呢，可以渐渐的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好、调理好，你会知道什么事情是最合适的安排哦。那里面还看到，你们其实在觉知方面非常的厉害哦，因为有2张就是非常特别聪明的，所以在你们的优势啊，资源丰富的这一块呢，其实是来自于说你们灵性很高诶，你们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是很丰盛的一群哦。那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呢，其实只要把自己的频率调整好，那好运都会找上你们，好消息都会来临哦。那再来是说，你们是一直在内省的，也有感受到
你们其实是希望自己可以把最好的那个自己展现出来的。那里面有一个讯息要告诉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某个方面的你可能会是受到一些制约的，那要适时的去厘清这一块。那你们是可以去决定你们站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你们的高度是不受限制的。还有说，其实你们可以很轻易的达到某些能力或者是某些高度，那只是你们愿不愿意而已。那在第一副牌组有非常强烈的舒适圈状态哦，就是说会容易待在舒适圈，不愿意去挑战某些事情。但是要提醒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其实啊，生命或者是生活上面会有一些挑战来临的时候呢，其实是宇宙在刺激你们的能力，然后他要去告诉你是时候离开这个舒适圈了。因为你们有非常强大的才能，或者本身就有一个专业程度哦。这个专业程度是其他人难以比拟，或者是说难以跟你们相比较的。对，然后在这一块的话，希望可以去挖掘到你们本身的使命感。那在未来呢，你们会察觉到自己的这个使命感，在做这件事情了之后，你会达到一种心流的状态哦。有感受到这个讯息是来自于说，你们会在做这件事情会很沉静，然后会很开心，会感受到一种很平静平和的感觉，你也会感觉到一种很丰盛的感觉。对，那你不要担心说你走这一条路会遇到什么样子的障碍，因为你们是会遇到贵人赏识的，或者是遇到朋友来支援，或者是说贵人会有一种投资啊，会去帮你达成这件事情。你走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你的使命感或是你的热情来源的话，其实会相对的顺利。所以当你去做你有热情的感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的频率也会提升，你渐渐的不再会是做之前跟你的生活是一样的层次的状态了。所以在未来，这还有一个讯息是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未来你会感觉到一直在提升的这种感觉，无论是生活可能在带领你要去那样子的路线，还是你自己愿意去前往这个路线，你都会感觉到你跟以前真的不一样了。你也不用担心你会迷失迷惘，因为在里面呢是有看到女祭司跟我们最聪明的隐士牌哦，他们两张牌合在一起就是真的超聪明的，所以你们是能实现你们外在丰盛的这种状态哦。那只是说，因为过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的确是跟人是有一些隔阂，或者是有点难以信任其他人的这种状态。那牌组也是要告诉你放下这个感受哦，慢慢来也没有关系。但是的确你知道是有一些难以信任别人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跟世界啊会有一种没那么贴近的这种情形。那这就是需要一些时间，还有你们自己意识到，慢慢的走出这个舒适圈哦。那这个舒适圈的确也有一点点限制你们的步伐。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给予的内容。我们用雷诺曼牌卡来看哦。我们第一副牌组啊，在哪一方面会是人生胜利组呢？那在哪一个方面是资源丰富的？好，百合花、熊、塔。好，那个十字路口。好，信件。OK，
在哪个方面我们第一副牌组是人生胜利组呢？毋庸置疑，我觉得就是你们很多贵人或者是说走到某个支线，或者是你们开启某一个可能新的工作吧。你们到一个新的工作，就会去体现你们的本身的优秀，那你们本身的价值很容易被人家看到。那还有是，你们常常可以有很多机会来临，就是你们不止一个机会可以被你们把握住。对，那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真的是资源丰富，会让你们这么资源丰富，是因为当然你们本身能力很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人缘也很不错，进退得宜哦。你们不会是那种强迫别人，就是非常好相处的一群人。第一副牌组真的是大家都想跟你做朋友。那里面有一个格外的讯息是说，如果有换工作啊，最近近期有换工作，那也会得到很顺利得到这个 offer 哦，而且不止一间，就是不止一间跟你投出这个喜讯哦。这个回应让你有点苦恼，你到底要选哪一个？对，那还有部分的讯息是说，可能学业啊，就是很顺利的录取了，那你也不用很担心，是多方要去争取你的这种状态。对，那你的面试都很成功哦，你会把自己的优秀啊、优势都展现出来，所以其实大家都能看到你的好。那其实里面你是不会让自己失常，你是一个非常礼貌，然后很得体的人。对，所以大家跟你相处啊，都是可以蛮长久的做朋友的。虽然没有到至交，可是你的什么闺蜜啊，你的闺蜜人数可能也蛮多，跟一般人相比的话，就是可以讲到比较深入的这种人的话，其实也是比一般人来得多的。对，那这里面还有个讯息是说，近期的你可能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朋友，成为你的闺蜜。那他本身是一个很支持你的人，或者是他本身是很有资源的人，所以你的朋友很有资源，也象征你间接的提升了，你的资源也变多了。对，那这里面还包含说，有像我们的塔，就是我们那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对，所以也有那一种讯息是说，你最近会被权威的机构给赏识，或者是你进入了某个权威的机构。那这个其实也让你的人脉扩展哦，就是会遇到很有权势，然后本身很有地位的这样子的人，你也会开始跟他们有一些交集哦，只是圈层开始不一样了。对，所以这还是要讲，很对应到我们一开始的牌哦，就是这一张跟我们的圣杯七哦，这两张真的是说你要决定你的能量。其实，如果你很确定你的心愿的话，那其实你确定的频率，你就会未来的人生都不一样。你就是属于这种人生胜利组哦，光是去调整这个频率，你的资源是用不完的，然后你的人际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那里面还有包含一个讯息哦，要告诉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就是要有行动力，或者是你要给自己的灵魂有这个机会去扩展这样子的人缘，因为你们的能量是很好的。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能量是很好的，就是差在说你有没有真的多去某些地方走走啊，可能把这个能量去扩散出去，多遇见其他人。对，多去散心啊，或者是去可能外校合作吗？或者是什么公家机关吗？或者是拜访老朋友啊之类的，就是它有一些走动的能量可以去执行啦。这是给到我们的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如果没有的话，感觉上其实你们也是很容易吸引到贵人，你们就是照着原本的步调走的话，但是牌卡在这边真的是要讲，
会投资你们的贵人是很多的，然后你们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或者是在自己的舒适圈哦，所以自己要再特别注意这一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用下一副牌卡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可能需要注意什么，然后我们第一副牌组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在这一块近期的能量会是什么呢？好，我们的军人哦，黑桃10，方块6，梅花 Q， 黑桃 A， 对，黑桃2。牌卡要在这边提醒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你们会让自己可能不那么人生胜利组，可能会是因为过往的一些想法哦，就是太固执啊，或是会有点守旧。然后你们要做的就是用开放的心来去面对这个世界哦。对，你可以谨慎的执行，但是你自己也要意识到你们是有时候会想太多的这种情形，然后有时候会用过去的经验来去套入现在的事情当中。里面已经讲了，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焕然新生哦，焕发新生哦。我们第一副牌组，你要用新的眼光来去看你自己，你不能用过去的眼光来去界定你自己，你这种界定就会等于是一种限制，因为你们是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如果你们想要成功，想要丰盛，你们自动把自己调频到那个程度就可以成功，然后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对，所以自己要去意识到你现在的情况，可能是类似于想太多的这种情形。那渐渐的，可能去跟人家抒发啊，如果真的有那种很难受的心情，或者是很过意不去的感受，你可能是要借由一些可能冥想啊，或者是如何净化自己，让自己可以渐渐的离开这样子的频率，然后慢慢来。对，因为你们能量真的很好，所以不要用过往的事情来限制住自己哦。这是牌卡要告诉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很重要的讯息，因为你们能量真的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哦，我们抽到了这张牌卡，甜菜跟热情，里面这是7号哦，7号其实就代表一种非常顺利，还有胜利，还有幸运的一个能量哦。7号也代表7宫，那这也意味着说，你们要勇敢的去跟别人开始有一些合作的进行哦。它代表一种关系，或者是伴侣啊，或者是说你面对你的敌人啊之类的，对这种跟人合作的这种关系，会开始开启这个能量进入到你们的生活。那甜菜根呢？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其实甜菜根都可以入菜，所以真的又象征一件事情：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能力真的很好，所以你们是去不断的扩展，用自己的热情来去点燃别人的生命的哦，是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的。只是呢，过往的这事件其实有让你们忘记了这个你。对，你们可以重新提起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勇敢大胆的去做。那不要太担心哦，因为过往的这个能量已经过去了。我们刚才已经一开始就有说，所有障碍你的事情都会很轻易的被你化解，他们都已经无法再障碍你哦。他们那种说出来的谎话，或者是那种表象的那种事情，很容易被人家轻易一眼看破。所以尤其啊，大家都在。就是地球正在扬升嘛，大家都在进化，大家都会去开始用一种新的能力，可以去辨认谁在说谎了。所以你只要做你自己，对，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因为我们本来能力就很好。那甜菜根呢，它好像也是我们的一个俗称的红宝石，健康的红宝石哦，所以它有非常多很营养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们会带给
周围的人很多营养，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哦。这是要给到第一副牌组的这个讯息。所以，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是哪方面的人生胜利组呢？就是转变你们的生活的胜利组。你们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尤其是说你们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的时候，明明你们能力很好哦，你们还是不相信你们能力很好，你们会很努力的去那个让自己达到那个目标。可是呢，就是因为你们对自己的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周围的人都很愿意帮忙你们。所以你们资源是超级丰富哦，那个丰富比较像是你合作伙伴给予你的资源丰富，还有关系呀，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关系，间接的让你成就成功。所以近期的你们就要好好的去打造你们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啊开始去构思，到底想要怎样子前进。希望自己的成就在哪里？因为你们可以多方进行哦。很多人都想要找你合作，你无意之间展露的一个能力，大家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怎么做啊？因为未来世界大家是互助的，不会有某个人特别被独大的这种情况哦。所以，你的能力是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事情。你的存在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第一副牌组啊，就是要展现你们的美好，去发展你们的赤子之心哦，然后去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生活。过去它是一个参考，但是它不应该是你的限制，所以找回你自己，可以去温暖别人的这一块，然后把这个热情感染给全世界哦。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一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 A New Day 哦。好，这张牌卡呢，真的就是象征一个新的一天呢。我们焕发新生哦，资源丰富。你能想象这个整个城市啊，大家兢兢业业的在做自己的工作啊，就是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哦。然后大家都努力的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工作，那其实大家的互助合作都能开启每个人新的一天，其实是一种很世界大同的一个状态。那感觉到第二副牌组啊，在人生胜利组，你们会是有一种串联大家能力的一群人哦，就是你或许可以发掘所有人能力的那个部分。那还有一个感受呢，是说你们永远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看新的一天的来临。那你们也是相对可以很乐观去面对新的生活的一群人哦。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在这个主题上面是哪方面的人生胜利组呢？那哪方面会焕然新生？什么部分是资源丰富的呢？跟第一副牌组一样，都是正义牌哦。好，圣杯3的逆位，权杖6的逆位，在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好，圣杯7的逆位啊，很好。最后一张是我们的圣杯5的正位。好，在哪方面会焕然新生呢？焕发你们的新生呢？有很大的一块啊，其实是第二副牌组其实跟人际上面也是有关系的。
但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事情是说，其实借由了这次机会啊，可能在过去有一些暗地的小人，或者是说朋友的离开啦，那不见得是小人，而是你更明白了你需要的是什么。那这一块比较是说，你清楚了你所渴望的人际关系或者是成就、功成名就到底是什么？你意识到了有些是虚假的，有些是虚幻的。那有时候是为了其他人的期待来去完成你的道路。那其实，在这一块啊，你渐渐的很明白你自己想要去的目标是什么哦。你心中有一把尺，很清楚、很明确的让你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前进。诶，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过去啊，你会因为希望大家开心，或者是人际关系的良好吗？你会卡在说那种希望大家都很好，然后你要怎么去做？那其实过掉这样子的滤镜之后，你渐渐清楚，那不过就是一种呃情勒吧，或者是一种绑架。你意识到那其实不是你想要追求的，对，然后。当然，你会知道说你有失去，可是你透过了这个失去之后，你才知道真正留下来，或者是你真正拥有的事情是什么。你其实是为此感到感激的哦。虽然我们回首过去，有一些可能曾经的美好在那边，去绽放着，但是我觉得里面你焕发新生的这一块，是你自己会去打造你真正觉得的幸福哦。你会觉得这个是叫踏实的这种状态。可以说之前的这种开心啊，有一种猪朋狗友的这种情况。你真正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你看清楚了这些人性到底有多不堪。讲到这样子哦，就是某些朋友是经历到蛮深层的这种部分，所以其实当然也会缅怀一下过去的情形啊。对，但是现在的你是很为自己而活的，你懂得爱自己了，然后你懂得爱你身边值得爱的人，你心中的那把尺是很清楚的，我觉得是很好的诶。所以这个新的一天呢，它不是像之前那种茫然的一天，你真的是用一种哇，遇到新的人，你用新的方式去对待，你不再是用之前的方式去对待那些人了，因为你会分辨得出来，有些人值得，有些人不值得。那你会曾经你很期待他们要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哦，但是现在你不会这么样子去要求其他人，不是说你对他们有这样子的隔阂，并不是的，而是你知道，你明白了那种很深层的道理，就是有些人注定不会是跟你一直走到最后的那样子的人。那经过了这些考验呢，你也没有想要再用这种方式去考验人性，你只是更懂得人性了。所以其实你们现在是很有智慧，去知道说什么样子的情形，不过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新的一天，其实意味着你放下了很多不值得的事情，或者是说去无存菁的状态。那些是很深层意义、充满智慧的。那你可以更能迎接属于你的一天，新的一天。你也找到了你人生意义之中的灵魂家人，或者是伙伴合作的人。那你也不会再用以前的想法来去约束其他人，觉得他们应该要做相对应的回报给我才对啊。就是你看清楚了这个平衡了。因为过往总是你是付出的那一个，你就会意识到，天哪，为什么我可能遇到某些事情，竟然他们没有要回报这样子的我？我可能曾经对他们付出这些事情，原来他们并不会跟我站在同一阵线。可是你清楚的不是说你不值得，而是说你清楚人都有选择，他们只是做了这个选择。你变得很有智慧地去看待这件事情，对，所以你也
真的是彻底的放下，你只是看透了人性哦。对，那你会意识到说，哦，也许是年纪啊，或者是也许是经历，造就了每个人不同的选择，所以你也不再纠结了。甚至说，你会去吸引跟你相同频率的人就好了，跟你有相同的想法的人就好了。那你也不会去试探人性了，因为你觉得很没有必要哦。那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在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那在哪方面是非常有丰富资源的呢？好，我们第一张是命运之轮，第二张是权杖八哦，一直跑出来。好，再来是我们的宝剑国王。钱币骑士，好哇，好多骑士哦。再来是我们的宝剑骑士，你们在哪方面资源丰富呢？焕然新生呢？感觉到你们在为自己有一个权益啊，坚定的守护自己的权益上面是不会畏惧的，你们会是勇敢的去挑战的，你们也可以去接受新的任何资讯来临，突发的状况，你们在某个方面啊是身经百战的。对，那有看到这三个人物卡哦，都是穿着比较制式的军装。那国王呢，他其实是很有威严的坐在王座上面，所以在某个方面啊，其实你们已经可以不用再忧虑很多事情了，这是你们非常强的优势哦。那资源丰富啊，就是你们在某个方面的焕然新生和资源丰富，是来自于说运气，你们总是能收获好运诶，也或者是说，因为你们在处理突发状况，你们根本不畏惧你们跌到谷底的这种情况，你们是很能中性看待很多事情的人，所以真的是非常厉害。你们拥有独特的见解哦，那些见解其实是很深入人心的，很看透很多情形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看透很多情形，你们根本不畏惧事态的变化。你们是很能调整自己的弹性，调整自己的状态的。然后，这也象征说，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在某些思想上面呢是可以立即反应，但是呢，对于钱财或者是对于物质方面的你们，又可以稳妥的前进哦，不会让自己遭遇到危险的这种情形，你们会始终的坐在自己的王位上，看清楚这一切哦。你们判断力是太厉害了，所以其实是很强的耶。你们在某方面的人生胜利组呢，其实是如果跟你们合作的话，是超级安心的哦，因为你们在处理事情的角度啊，或者是判断事情的一些决策上面是优于一些人的，那会很确定要怎么执行，然后效率又超快。对，有两张牌都是那种很快速可以去达到的程度哦，所以你们在做事情啊，或者是在学习一个新技能，都会优于其他人，会很快的去理解。你们学习力不见得比别人快，但是你们去处理讯息的速度、理解力实在是太厉害了。对，然后你们掌握信息的能力也非常厉害，所以这还包含是说，可能部分朋友在这样的牌组的能量底下，很适合做一些自媒体啊，或者是说网际网路啊那种很快速的这种工作哦，因为你们的能力非常的
快速哦，就是一种可以很快的反应现在局势会是怎样子，所以你们不会被世界给淘汰哦，你们是一直在不断的更新自己内心的人，然后可以去更新说，哎，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啊？最近新闻是什么啊？最近的动态是什么？其实都会一清二楚。对，那这是你们非常厉害的地方。那资源丰富的层面呢，就是你自己也会去创造机会，你自己也会去扩展你自己的生活圈。对，所以但是在这一块呢，你跟第一副牌组比较不一样，是说你的界限感是很大的。那比较是说真的跟你有一说一，或者是说你比较理性的去谈现在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比较理性的去专注在某个情况底下，所以效率是超级快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雷诺曼牌卡哦，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在哪方面是资源丰富、人生的胜利组呢？好，鱼、男人，好，也是十字路口，爱心，好，熊，在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就是你们很会赚钱，你们很会去看到哪边有机会，哪边有钱财，那钱财都会找到你们哦。那里面还包含是说，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啊，在感情这一块啊，其实总是会有人支持你，无论是不是伴侣。先讲这个讯息哦，那总是会很关系很密切的人来去支援你哦，或者是支持你很多的决定，他总是坚定不移的站在你身边。好，那这样子的朋友呢，或者是这样子的伴侣呢，他是可以达到说你需要什么资源，然后他把这个资源投注在你身上的。对，那这还包含是说，第二副牌组也同样有一种很多斜杠的这种情形哦，或者是说有多方进行来去争取你，对，来去跟你合作的这些机会。那里面要讲说你们资源丰富啊，无论是人脉还是钱财，实打实的钱财都是有的，甚至你们的桃花运其实都很好，总是有欣赏你的人出现。对，所以你们的资源真的是很丰富诶。里面可能涵盖一个讯息是说，你们本身是帅哥美女，对，里面有隐藏的一个讯息，就是你们有魅力，无论是不是真的外表出众，还是内在的魅力，你们都有很吸引别人的地方。所以在这一个方面呢，你们真的是人生胜利组诶，不用为什么会那么的不用担心说你们的情况永远都是走幸运的那一方，因为我有感受到，可能第二副牌组有射手座居多吧，那个能量就是那种射手座跟天蝎座可以重新翻盘的这种能量，还有一些风象星座的能量也很强烈，就是有水瓶跟天平哦，你们的思想是跟其他人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还有一些开创星座，可能有巨蟹、母羊，有母羊座，对，巨蟹、母羊跟天秤座，对，天秤座的能量也很多，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那个正义牌，对，所以天秤座也俊男美女嘛，天蝎座也是，对，所以你们就大家都很愿意给你们机会耶。那射手座的能量也是蛮强的啦。那要讲的是说，你们不用很担心说，曾经的遭遇怎样，因为总是可以让你们翻盘。你们虽然可能在某个谷底，但是可以随时的去一跃而就，
就是随时可以去翻盘你们的人生哦，有感受到这个能量。然后其实在未来你们的生活啊，会越来越多机会来临，然后或者是说越来越跟你心心相印的灵魂家人存在。无论是你现在是单身还是有伴侣，如果有伴侣的话，感情就会越来越浓密，或者是说感情就会越来越和谐啊，然后你们会越来越好。那单身的话，也会找到一个新的对象，心仪的对象，跟你非常投契的这种对象。那你们是真的很值得大家对你们这么好哦。另外还有一个要去说的，就是说你们其实是永远用乐观的心情去对待每一天的，所以这也象征为什么你们的运气真的很好。对，然后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是最好的一个方向，你们是不用担心的。然后真的就是赚钱的能力啊，是很厉害的，因为还是有感受到部分的能量。有些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是不满足现在赚的钱，但是你们真的不能否认，你们的赚钱能力是不错的，对。然后或者是说能看到赚钱的机会，能看到赚钱的机会，这个能力也是很厉害的，对。然后跟谁合作的这个能力，辨别合作对象的这个能力也是很强，资源真的很丰富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哦。我们下一副牌卡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近期可能需要注意到什么，然后哪一方面呢？是资源丰富的状态，或者是说要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个未来生活呢？好，我们第一张是黑桃四哦，第二张是我们的爱心七，第三张是梅花 K， 第四张是我们的梅花六，第五张是我们的方块七。好，两张七就是代表说合作伙伴的出现啦。那再来是说，你们曾经可能有陷入某些障碍，或者是某些可能曾经觉得跨越不出去的这种情形，近期啊都会迎刃而解，因为会有专业的人士来牵线来帮忙，然后来让你就是如果是生病啊，就是让你恢复嘛，因为生病又结合我们的医生，直接就是象征意义哦。无论你是不是真的生病，那你都会遇到一个好的医生来去帮忙你把这件事情搞定。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的病情会好转，你的健康也会好转好起来。那如果不是生病的，不是身体因素的话，你是卡在现实生活中的某一块、某一个区块，你觉得是困扰、有困境、踩到一个困境的话，这两张啊，其实都是那种非常专业的人会进来，然后去帮助你把一些事情扭转哦。你如果是可能被人家陷害，或者是经历什么法律的诉讼的话，你会遇到非常厉害的律师，然后直接帮你把这个诉讼通过，这个律师可能就会很厉害的，直接帮你把这个案件引导你最有帮助的这种成分哦层面。对，那学者啊，第二章是学者，那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说你也会遇到，或者是你的学习力也会提升，或是你遇到一个学者，那这个学者是有帮助到你的，可以让你直接用一种新的心态去看待整件事情，或者是说你学习到了很多专业的能力，因为这两张都是那种很专业的这种职业啦，那种人物特色。对，所以他们去建议你了之后啊，你可能在生命或是人生当中会出现一条新的道路，因为我们刚才也有看到我们 crossroads 就是我们的分岔路，他们的来临啊，会引导你去往你真正的使命、你的人生方向前进哦。所以这是很对应的，所以你会无论是不是最近真的拿到意外之财，这张又对应这张就是钱财的部分哦。你有一种意外之财，可能
买乐透就中乐透啊，就是对发票就发现自己中了200万啊，或者是1000万这样子的。对，就是有这种能量哦。或者是说，因为某些人的建议，你去投资，然后真的有，但是还是要理性思考啦。对，你们不能太过冲动哦，就是要去清楚的判断这件事情。但我相信第二副牌组是可以很清楚判断的哦。对，你们会去开启一个文件，让你们可以成长的新事业哦。你们这些是有一些顾问。对，这2张是有一种顾问的能量，就是你必须要去很熟悉里面的事情，然后让你真的赚得到钱，你也要精通这一块，不要是赌博哦。其实没有在提倡这个赌的层面，而是因为这2张都是有一个专业性的人物在里面，医生跟学者，所以他们教导你的这件事情，你要真的会了，至少要及格，那你这个事业就会发展得很好。那这也是你很想要去成就的方向。那贝尔在这一块啊，我们刚才雷诺曼这一张牌卡，其实也是象征说，他不仅仅是身为权贵，或者是有贵人的这种状况，但他也有可能是说，你最后成为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对，你很有资源的这种状态，所以一切都在发展当中哦。尤其我们最后一张牌卡是那个孩子哦，孩子就代表一种新生，所以你去得到这个建议之后，你的事业就可以发展出来，或者是你要成就的方向也会发展出来。那里面还有隐藏一个讯息是说，可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最近有在备孕，那可能是才意识到啊，我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让这个小孩怎么样子。你要放心哦，这个健康会提升，然后这个健康会那个被治愈哦。所以如果有备孕的这个状况，小孩子会健康的出生，这也是里面所隐藏的讯息哦。那可能在借由这次机会啊，就是你要自己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你自己会去找那些研究出来，来警惕自己可能要往哪个方向前进。这些的状况啊，或者是你的这些小突发事件，其实都是来帮助你的，让你可以意识到自己怎样照顾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所以其实能量真的是越来越好的情形哦，每一天都是值得期待的这种状态，非常好诶。那接下来我们下一张牌卡是41号牌，金鱼草的进化。那在这一边呢，会感觉到4+1是武功，的确有恋爱的这种感觉哦。武功跟小孩还有恋爱还有享受这种关系是有关联的，所以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你有感受到你们在这个情况呢？的确部分朋友是有小孩子出生的这个讯息。你们跟小孩的这种关系啊，会越来越好，然后跟自己的小孩越来越好，然后如果有伴侣的啊，这种恋爱会越来越甜蜜。还有四宫的话是跟家里，你们的安全感会越来越被你们建立起来，然后你们的自我啊呈现都会越来越被人家看到，所以其实是很有方向感的哦。里面涵盖的一个讯息，金鱼草进化呢，它是在代表说，金鱼草表示你本身已拥有你需要的一切哦，它会带给你能量，让你专心想办法运用资源，所以让你的想法得到成果。这时候需要准确和毫无偏见的观察力。如果想要多一点时间来去准备，就不要犹豫哦。那这也还包含是说，你的运气和结果出现了逆转哦。对，所以才出现这个时间之轮，真的太准了。就是每副牌其实都有一个小对应哦。那这里涵盖是说，你们的确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么多贵人，那么多可能给你一些好的讯息的人，你需要很毫无偏见，把自己变得很中性的这种观察力要拿起来，然后这个运势啊。
能量来临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让你直接翻盘和逆转的这种时刻，所以也是要好好把握啦。那避免自己变得太无情哦，因为的确我们也讲第二副牌组跟别人的距离感是比较深的，那也不要让自己揽下太多杂事哦，还是要分配给其他人。尤其在我们的西比拉占卜有好多七出来嘛，两张七出来，刚才有说要合作，那这一块的话，你们在自己要去小心的思考，你们本身可能比较追求安全感的这个层面，还是要跟人家合作的，然后去享受这个部分。那其实你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来临哦。那这件事情啊，我们最后一张牌卡进化呢，其实它就是象征一个金钱的来临，然后一种你的旧的能量跟新的能量交替，从而逆转了你现在的生活。你们现在最近会遇到一种翻盘的这种能量，非常的巨大，所以这个感觉会让你觉得就是一种产生很多希望啊，一种很新的人生的这种时刻要来临了。它是一种很丰盛的感觉哦。对，你们是很会赚到钱的，尤其是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很可以去察觉到很多机会的。好，那就祝福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啦。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张，它上面写的是海滩日度假哦，很好诶，就是一种出去玩的一个喜悦哦。那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焕发新生，资源丰富啊。原来我是人生胜利组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牌卡在这边呢，其实是在透露几个讯息，要么就是你真的需要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了。然后去意识到，其实你可以放下很多事情哦，可以好好给自己身心灵一个大净化，然后去体会生活的愉悦，享受生活给予的这些丰盛。这是第一个接受到的讯息。第二个讯息呢是你们资源丰富到啊，就是近期可以安排很多行程来去好好度个假咯，就是不用担心各种工作上的烦扰，然后钱财之类的，你们本来就可以去享受生命咯。对，这是两种状态。好，所以的确，我们第三副牌组真的是人生胜利组，可以好好规划你们的一些行程，好好的是时候的可以犒赏自己，然后去思考你的人生有哪些是需要去安排的。对，是不是为其他人付出够多事情了呢？是不是总是在想着其他人的开心，而忘记自己要照顾自己呢？好，那这就是里面的一些讯息哦。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在人生哪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那哪个方面是资源很丰富的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副牌组啊，在哪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那哪个方面资源丰富啊，令人新鲜？那焕发新生的哪个部分呢？好，第一张是我们的圣杯九，第二张是我们的钱币九。好，第三张是我们的圣杯骑士。好，第四张是我们的倒吊人的逆位。在哪个方面是焕然一新、焕发新生了呢？好，第五张是我们的权杖一。好的，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有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实
卡在某一个情境或者是某个环境很久，甚至某个思考上面也卡很久了。那其实呢，你们是可以点石成金的或者是利用自己的行动力为自己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因为你们本身能力真的很好，你们可以独立作业，做很多事情。对，但是你们现在的那些可能累积的钱财啊，自己感觉到好像总是左手进右手出哦，不是说你们赚钱能力不好，而是你们觉得好像总是有新的花费要出去了。对，那其实在这一块你们会逐渐的去意识到，然后会勇敢的去为自己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可能旧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旧的思维不那么符合到你们现在的生活了，或是现在的能量，你们要意识到，其实你们是人见人爱哦。尤其像我们一开始我们的中间这一张牌卡圣杯骑士，那在这里呢，旁边有很多闪光点，还有爱心，很多人爱慕它。可是卡在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其实你们比较希望别人去意识到你们的好，或者是你们值得被看见的部分，但殊不知呢，其实你们真的是很好，你们很有魅力。那在这一块啊，就是你们要善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和资源，来为自己扩展一条新的道路哦。那我觉得在这边呢，其实是要提醒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焕然新生是毋庸置疑的，你们可以随时用一种新的面貌来去为这个世界展现一个新的你。对，但是你们要愿意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或者是说让自己的能力被人家看到，或者是分享你们的能力出去哦，因为你们是很可以去让大家知道你的状态或者是你的优势。那在这一副牌卡里面比较多固定星座的朋友哦，例如说金牛座、狮子座、天蝎座、水瓶座。那这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你们很有魅力哦，无论是不是外表出众，跟第二副牌组有点像，对，就是无论是不是外表出众，还是内在涵养丰富哦，你们都有那种让人无法忽视的这种魅力。但是相对的，第二副牌组为什么会讲说是固定星座比较多，是因为在某些状态底下，你们会有些受限的部分，来自于没办法这么轻易的踏出新的环境、用新的视野来去影响这个世界哦。但是这不代表说你们不是没有思考、没有想法的人，而是你们觉得说啊，有一种跟其他人去解释是很耗力气的这种情形，所以你们更多的是等待这个世界去理解你们哦，那这就有点浪费你们的能力了。实际上，你们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厉害哦。那再加上是说，你们可以独自的把很多事情做好，然后问心无愧的把自己的任务交代出去，所以大家都很信任你。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来看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原来啊，你们是人生胜利组。那是哪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那如何让你们焕发新生，展现出去呢？把自己的资源展露出去呢？哪方面有资源呢？第一张是我们的星星牌哦，第二张是我们世界牌，真的是展露出去耶。第三张是我们的圣杯三，哇哦。第四张是我们的钱币五，第五张是我们的魔法师。第三副牌组的朋友真的能量很强哦。那都有三张大牌，其中世界牌啊，就象征一个完整，还有脱颖而出的一个气质。那两张牌卡都是赤裸着的，所以其实是要鼓励到你们可以更展露自己的一个能力，而且其实你们很有爱哦，你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用一种
可以服务的这种状态，你们希望世界更好，有一种社群的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里面牌组想要告诉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如何焕发新生呢？首先就是邀请其他人进入你们的生活，邀请自己去进入其他人的生活，让他们一起同乐哦，跟他们一起同乐，去享受这个世界。所以难怪一开始是抽到这个度假哦，去海滩度个假，去一个地方度假这种状态，就是因为你们要去放下你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你们会去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然后不怎么去踏入新的一个环境，不是代表说你们不愿意踏入或者是无法踏入，而是你们更保全自己哦，这是有点难说明的。你们会有一种不想要这么麻烦的状态，但是你们是很可以在一个群体之中把自己的魅力，或者是让整个群体感觉到开心、欢笑、充满欢乐的这种气氛烘托出来的人哦。然后你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爱给为大家释放这种高能量的输出哦。你们又可以疗愈到其他人，或者是你们可以有一种天地沟通吗？这个感受是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在顶轮啊，还有很多的灵性智慧上面是很厉害的，所以可以很轻易的知道很多事情。所以你们之所以不跟其他人很深入的交流，就是因为你们清楚太多事了，然后不想要太深入的跟其他人有过多的连接，因为你们会觉得有一些顾虑啦，例如说会产生一些消耗啊，或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人际会变得很复杂，你们也很抗拒这一块。对，所以里面的讯息真的是说放下这种忧虑哦，把自己的快乐跟这个世界分享，把你的好来去为这个世界展现哦。有部分朋友是拥有一些灵能力哦，就是可以跟天地沟通，或者是你们跟守护灵沟通啊，或者是某些灵性的开启的能力是非常厉害的。对，有感受到这一块。那你们是可以把这种状态的你跟这个世界分享的哦，分享这个状态的你，然后所以代表说你的存在就可以疗愈整个世界哦，这是其中的一个讯息。所以你们是人生胜利组，你们在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其实就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一块。你们只是之前不想要这么做，对，但是现在的你们呢？你们是很有资本做这件事情的，你们是很有能力可以去连接每一个人的内心，然后去挖掘到每个人需要被疗愈的部分，然后去察觉到他们需要的地方哦。所以这真的是你们资源丰富的一个存在的点哦。那你们是可以一直给予这个能量的人，所以是高能量族群哦。嗯，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是高能量哦，就是能量非常的丰沛。那也不用担心很损耗到你们的情形，只是说你们的确会担心受伤，会担心脆弱，但是等到你们已经准备好的话，你们就可以脱颖而出，为这个世界服务哦。这是里面有这个讯息所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雷诺曼牌卡哦。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哪方面是资源丰富的呢？那在哪方面是人生胜利组呢？好，真的，我们的花篮、花圈，第二张是我们的月亮，第三张是我们的狐狸，第四张是我们的十字架，
第5张是我们的鱼。好，在哪方面是资源丰富的呢？我们第3副牌组啊，你们焕然新生的这一块，其实是卡在说，可能跟这个世界之于你们存在的意义，你们是想得很深邃的，给到部分朋友啦。但是你们应该理解我在讲什么，就是某个层面的你是没有给别人看到的。你是知道其他人希望你能做到什么样子程度的，那现在是一个释放自己状态的时候了。因为曾经的你有为了去迎合这个世界其他的人，所以你把自己包装成可能不是真实的你的样子，所以你总是有一种变化的那种状态啊。可是这些都无法磨灭你很喜欢为其他人奉献，或者是你喜欢服务人群的这个你。那这样子的你呢，会为你带来就是很多的人流还有钱财哦。就是因为你喜欢去服务，用真实的你去服务的这个心意呢，可以为你带来财运，还有很好的资源。它这个流动的钱流，还有那种流动的能量，是有体现在这个牌卡里面的。对，所以你们是非常聪明的，很知道一些细节，也真的是高敏感族群哦。就是知道说现在大家气氛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子去调整。所以调整过后，其实有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不那么信任这个世界，所以你没办法用真实的面向来去给予这个世界你所信任的，所以有一些不相信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让这个能量可以顺利的流动的话，或者是说因为你是人生胜利组嘛，你可以借由人群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进而让自己那种源源不绝的财富一直流进你的生命当中哦。但是现在有部分的朋友是有点卡关的，你们的能量是有一些断开的，就是断层的这种状态，没有那么的顺利的流动哦。你们有优势，但是这个能量并没有很顺利的流动，就来自于说是时候要挖掘真实的你如何跟这个世界接轨了，是时候让你重新信任这个世界这个人群，是时候调整自己的频率，跟适合你的频率的人对接了。你要去意识到你的生活想要怎么样，所以才会给予一开始的讯息。其实一开始的讯息都是叫你去度假一开始他也是去野餐啊，然后去自己无论是不是跟朋友，那都是一种很快乐的展现，去好好的享受生活。因为你们可能压榨自己的能量很久了，所以在慢慢的调整自己可能以往被束缚的层面，慢慢的解开这些结哦，慢慢的把这个束缚解开。那有些想法，有些意念，有些限制不是真的，不是，有些是真的束缚，有些是为了想达到某些目的，所以给予你的这些信念，所以你要重新获得自由哦，这是里面很强烈的讯息。所以里面有道德观的绑架，或者是人事上面的，或者是说身份上面的，可能是我们之前有讲啊，可能是谁的爸爸、谁的妈妈、谁的老公、谁的老婆，那个身份上面的架构让你没办法离开的。对，所以你要重新的让自己自由，尤其有些人，你知道你自己被影响哦，因为你想这一副牌组的朋友很想要把事情做好，你也象征着说第3副牌组很没办法给人家激，很容易中人家的激将法。对，
所以导致说很容易被人家 PUA， 这也是里面的讯息。就是一旦你们被人家可能就是讽刺啊，或者是他故意要激将你的话，你可能就会顺着他们这样子去执行他们的想象的方面了。对我们第三副牌组就要去看到这一块哦，重新去意识到你们真正的能力，然后重新为自己建构一条开创的路，还有开创的一个大门哦。你们是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力去显化你们所有想要执行的层面，因为你们准备很足够哦。如果是因为你们很想要把事情做好，所以当别人说你做的不够好的时候，就很气啊，是不是就很容易被人家操控？可是说实在的，做的好不好又怎样？对不对？或者是说身份再怎样，或者是责任再怎样，就是又如何呢？那这是我的生活，我的人生，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的三观要重新建立哦，就是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关他屁事，这种三观。好，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非常好笑，就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一句话。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的三观，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关他屁事，好不好？如果遇到一件困扰的事情的时候呢，重新建立你的三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西比拉占卜哦，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焕发新生的这一块啊，要注意什么？那在人生胜利组的这一块呢，要怎样子可以顺利的达成？我们金钱能量会是什么呢？我们要注意什么？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第一张就是梅花六，很好。第二张是方块8，好，大家都会有一个思索的爱心7、红心7，方块 J， 好，再来是梅花 A， 很好其实三副牌组的朋友牌的运气都很好，能量都很好。好，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在前往人生胜利组的道路上啊，或者是本身就是人生胜利组，你要意识到啊，其实你们是很可以服务别人。那里面有一个讯息，就是你们很会为别人赚钱就是你们知道怎样子做事情可以最有效率、最快、最好的方式。反正你们就是服务的状态，真的是很厉害。那这是其中一个讯息啦。那里面还有一个讯息是说，其实在近期的时候会成交一个合约，或者是有一个好的消息来临。那这些消息呢，是重新让你开启一扇门的可能。对，那不仅仅是说你们会拥有钱流的机会哦，就是金流会不断的运转。那这近期会有一些钱财啊合作相关的机会到来。那还有一个讯息是说，你们如果是有要考试的，或者是正在升学、正在学校的，你会遇到一个很不错的老师，他会教导你某些很深奥的理论，你就学会了就是或者是说你遇到了很好的一个教导者，对，这些都是对你很有帮助的。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近期有要去考研究所啊，或者是要升学的，也会获得很好的消息哦。那有一些合作案啊，或者是跟人家要签订合约，或者是要结婚啊，都会有好消息确定下来了。对，是很好的。那里面还包含是说，你会在这段期间会去思考如何去连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真的会把这个放在心上，去把这个服务做好。因为你们另外一个优势的确是服务，第二个优势是连接别人，第三个优势是来自于说你们会转化气氛，是很强的。所以你们如果
从事跟人际方面的工作会是挺不错的，那财运也在这边。对，那里面还包含一个讯息是说会有意外之财来临，就是别人没发现，但你发现了那种意外之财哦，这个能量很重。对，那里面还包含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钱财得来的方式。那这种钱财得来的方式，可能是你要再去思考的。对，那它的确会让你有一些想法在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得到这个讯息。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牌卡，是37号疗愈天竺葵哦。那3+7呢，代表是一个完结，一个结束，那所以也象征着说某一个局面真的结束了，也许是你们对于自己不适合的能量彻底需要做一个断舍离的阶段了，或者是说你们会去迎向一个新生哦，迎向自己一个向往的未来，这都是里面的讯息。那疗愈是代表要疗愈别人吗？还是疗愈自己呢？我觉得你们拥有疗愈别人的能力，但是你们也需要疗愈到自己哦。可能自己不觉得自己够有资格，或者是够值得很多很多的层面，但是其实你们要开始调整这样子的心态了。尤其我们3和7，3是代表说学习、交通和沟通，你们在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方面都是非常厉害的。那7代表合作跟一个关系的建立，或者是伴侣，你们也会遇到很不错的伴侣啊，或者是很好的合作伙伴，都在近期会出现哦。你如何去串联这样子的关系，利用这样子你们良好的沟通，去把这件事情达成？这里面有一个白羊座的符号，所以这里面象征着是说，需要用你们的行动力来促成。那你们的行动力应该是要为你们而行动的。那我们看一下天竺葵的这个含义哦。天竺葵在这边呢，是代表说你需要把每个人的意见先纳入考量，这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个让步，但是应该可以获得最好的结果。那天竺葵还表示说，你需要找时间休息和照顾自己，跟自己的高我和小我做更完整的接触，也就代表说要疗愈到自己哦，就是聆听自己高我的声音，还有小我需要被聆听的这种机会，也需要给予到他。那在这边呢，你也需要跟别人合作，来发挥团体的创意，避免偏执和自我放纵哦。那为什么会自我放纵呢？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就听起来很打架，来自于说你需要找时间休息或照顾自己。它其实是不打架的哦。为什么会产生放纵？也就是因为你把自己压迫太久，所以你变成说，你一旦休息，你就是害怕这样啦。你害怕你一旦休息，你就摆烂了。但你是应该要为自己腾出一些时间，好好的去休息哦，然后去净化自己。那透过可能放下某些东西，我们一开始就讲，就是你去度假了之后呢，你放下了一些东西，你放下你的工作，你放下了可能某些抬头身份之类的，你成为你自己，这一刻这个时间是你的时候呢，你就会意识到，哦，原来我可以拥有我自己，原来我可以拥有我的时间，原来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调频的能量，让自己可以去享受生活。当你享受生活的时候，或者是你割舍不必要的事情的时候，你离开了某个不适合你的环境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开拓你自己的一个道路，或者是你重新开创了自己生财的一个机会，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使命。因为你们是可以很完整的，然后你们是可以把快乐带给大家的。真的是很好，而且你们是可以点石成金的，你们能力都是非常好的，只是常常为成就别人而生活下来。对，所以要去思考这一块，
要重新去疗愈到这一块。那你们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啊，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疗愈者，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让别人知道说，他们其实也需要停下来去看看身后的这个教堂，要为自己去找到休息的场所，不要再一直盲目的往前走了。很多的讯息都是有包含到这一块在这一副牌卡里面，所以你要相信自己啊，是可以值得快乐、值得分享很多事情的哦。对，你们是很奉献的，所以要把这样子的能量啊，重新回归到自己，需要跟自己的高我再有一些更深入的对谈，静下心来，可能安排冥想，或者真的是出去玩、出去野餐哦。对，都很好。你们是具备开创自己人生道路能力的人哦。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三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